大家好，明天啊就出伏了，但是南方的炎热天气啊会依旧。那么大家在过去的1个月里都会感叹呢，我这条命啊是空调给的。是的，我们要感谢开力发明了商用空调啊，但是离开水，你照样会没命。虽然吹着空调啊，一天大概也要喝2到3升水，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水漏子啊，如果外出的话，3升都打不住啊。前几天啊，我们谈过 NASA。有一个研究表明啊，在火星地下10多公里的地层啊，可能存在液态水。这不呢，我们又来了一个太空找水的好方法。这次啊，离我们更近，在月球上从月壤中取水。首先呢，我们要从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的一个重大发现说起。他们提出了一种基于高温氧化反应生产水的方法。这种方法啊，有望呢给将来月球科研站及空间站的建设呢提供重要的设计依据。研究团队发现啊，月壤矿物由于太阳风亿万年的辐照呢，储存了大量的氢。在高温条件下呢，这些氢啊可以与矿物中的铁氧化物发生反应，生成单质铁和水。具体来说呢，就是当温度升高到1000度 C 以上时的月壤呢会融化，反应生成水。以水蒸气的形式呢释放出来。研究显示啊，1克月壤中啊可以大约生成51到76毫克的水，相当于呢5.1%到7.6%的产水率，这很高了，朋友们。换算一下啊，1吨月壤呢就可以生产大概51到76公斤的水，那大概就相当于100多瓶500毫升的瓶装水啊。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满足50人一天的这个饮水量的。所以说起来呢，这也是一个误打误撞啊。当时呢是加热月壤的钛铁矿啊，想去看看氦的释放，结果呢没有看到氦的释放，看到了满瓶气泡的生成。于是他们就打了电子能量损失谱，就所谓的 EELS 啊。那这是一种强大的材料分析技术。EELS 的基本原理啊，就是利用高能电子束去轰击样品，分析透过样品后电子的能量损失情况。那这些能量损失啊，和样品中原子的电子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呢，就可以提供样品的化学和电子结构信息。在这个 EELS 中啊，水分子的特征峰它确实出现在 8.4 电子伏特附近，所以这个峰啊，对应于水分子中氧原子的价电子激发。所以水存在的直接证据就是观察到 8.4 电子伏特附近的峰，就直接证明了水的存在。所以为什么这个结果是可靠的呢？是因为特异性因为水的电子能量损失谱的特征峰是独特的，不容易和其他物质混淆，所以呢可以直接在我们后边还看到在加热过程中观察到水的形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乌龙的可能性不大啊。当然了，这个也存在是吧？同行评议和样品的问题，跟 LK99 一样啊。我们可以继续看后续的报道。那有意思的是呢，在不同的这个月球矿物中啊，含氢量并不相同。研究发现啊，在钛铁矿、斜长石橄榄石、灰石和月壤玻璃这5种月壤主要矿物中啊，钛铁矿它的含氢量是最高的。是斜长石的 3.5 倍，是月壤玻璃的10倍。所以电子显微镜就显示啊，月壤钛铁矿加热后会同步生成大量的单质铁和水蒸气气泡。所以研究人员还发现呢，电子辐照可以降低氢和铁氧化物反应温度水的生成温度啊可以从600度 C 降低至200度 C。所以这个发现就解释了为什么氢元素在月球上的分布随着纬度的变化，是吧？赤道位置受太阳风的辐照呢比较最强其中氢被更多的还原成水蒸气，然后就挥发了。而高纬度受太阳风电子辐照的影响比较小，可以保留更多的氢。那么基于这些发现研究团队呢就提出了一种月球水资源原位开采和利用的策略。那么就是通过凹面镜聚焦太阳光，加热月壤至熔融，产生的水蒸气冷凝后收集在水箱中，可以满足月球上人类和各种动植物的饮水需要。那通过电分解水可以产生氧气，
那么用于人类呼吸，所以这个反应产生的单质铁呢，还可以用来制造永磁或者软磁材料，是吧？而且熔融的月壤呢，还可以用来制作建筑用的砖块啊。我们之前有视频介绍过，所以这个研究啊，它的成果呢是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创新》啊，在它上面呢也得到了高度评价，审稿人称它是具有重要意义，令人兴奋和鼓舞人心。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提醒一下说一下这个消息啊，在 Archive 上我还是没搜到原来是投到了这个中科院自己的这个 Innovation 就创新杂志上可能要等下一期才能看到吧。这其实呢还是挺符合这个中国学术界的特点的。记得之前 LK99 在自媒体上爆火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看不顺眼但是实际上呢，这种现在媒体曝光的操作是很常见的。你看这个月球治水的消息不也是在媒体上报道的吗？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操作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反应的原理和化学式。那核心的反应呢是在月壤中它的铁氧化物和固溶氢在高温下的反应。那主要的化学方程式就下边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对3价的铁氧化物，那么就是三氧化二铁和氢气反应生成铁和水。那第二个呢是对于2价铁氧化物氧化铁和氢气反应生成铁和水。第三个呢就是对应于钛铁矿，那么钛铁矿呢和氢气反应生成铁2氧化钛和水。另外呢还有一些次要反应，你比如说硅酸盐的矿物反应就是比如说硅酸镁是吧，和氢气反应生成氧化镁硅和水。或者呢像铝硅酸盐，比如斜长石，它的反应就是铝硅酸盐和氢气反应生成氧化钙、3氧化二铝、2氧化硅和水。所以这些反应在实际情况下可能会更复杂涉及到多步反应和中间产物。那么这个反应呢需要在1000度 C 以上的高温下进行，这是因为许多矿物在这个温度会融化，这有利于反应的进行。另外电子辐照是吧，可以降低反应温度，这可能涉及到一些更复杂的这个物理化学过程，比如说催化作用以及自由基反应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考虑一下，假如这个原理是成立的那么5个人的小型月球基地需要多少水呢？这个般来说每个宇航员每天大概需要4升水这包括饮用、个人卫生和其他用途。所以5个人大概每天需要20升水。我们之前讨论其实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水循环系统因为我们在陆地上，在地球上自己是不用考虑中水循环的那在空间站和在未来的月球基地上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国际空间站它的水循环系统可以回收大概90%的水。那这就意味着呢，如果我们采用类似的技术，每天实际上只需要大概2升新水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安全系数和可能的其他用途比如说种植植物等等，我们可能会希望系统会提供更多的比理论更多的水是吧？假设我们希望每天能够提供20升水10升新水吧，那么这应该是足以满足5个人小队的需求并且有余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讨论总体方案的设计我们的系统呢主要包括4个部分，太阳能聚焦系统就是那个凹透镜、反应装置、月壤采集和上料系统以及废料处理系统那么我们考虑到3级火箭的内径和整流罩的尺寸原来我的想法呢是考虑那个舱门大小，人出来那个舱门。后来我一拍脑袋60年前人家登月都是吊在飞船下面的，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更大的更集成的这个月壤采集系统。比如说以长征5号火箭运载火箭为例，那么它的有效载荷这个舱的直径呢可以达到5米吧，高度可以达到12米左右。那我们基于这些参数可以重新设计一下。第一呢就是整体的装置尺寸呢直径大概 3.5 米还考虑到一些包装预留空间。高度呢大概 2.5 米重量呢大概500到600公斤我们考虑到月球的重力设计这么一个重量。第二个呢是主体结构采用6边形或者8边形设计，一个是考虑到
舱是圆的，是吧？第二个增加稳定性。中间呢是以主控制单元和储能系统控制系统，周边呢外围配备多个独立的工作单元。第三个呢就是移动系统。考虑到这是一个小型系统你不可能在这待着不动的，所以采用6轮或者8轮的独立驱动系统，每个轮子呢都可以360度的旋转。轮子周边也采用一种特殊的设计，因为要防止陷下去，考虑到越壤的这个软质地形。另外悬挂系统，考虑到这个地面崎岖要保持平衡第四个呢就是采集系统，那么采用3到4个独立工作的机械臂，每个臂长大概2米。那每个机械臂末端呢都配备可以更换的工作头，比如说铲斗钻头筛选器，对吧？那么中央呢有一个大容量的储存仓，可以储存大概200到300公斤的这个越壤。然后就是中央处理系统那么内置呢初步的筛选和粉碎系统，可以处理不同力度的这个越壤。然后呢配备基础的分析装置可以快速的检测你这个越壤的成分第6部分呢就是传输系统、输送系统那使用这个伸缩式的输送带，可以直接把越壤呢输送到反应器。那么输送带最大的延伸高度大概是5米，可以覆盖比较大的区域那么再一个就是能源系统了，要配备大面积可折叠的太阳能电池板展开后面积可以达到20平方米甚至更大。再一个就是高容量的锂电池电子组可以长时间的夜间工作就是月球它夜间的时候温度比较低嘛，整个装置也需要供暖。再一个就是配备小型的RTG， 就是放射性同位素或者热电发生器作为备用能源，这个也是在月球夜间的时候一个供热装置。第8个呢就是控制和通信系统这是一个指挥系统。那么中央处理单元呢也采用熔源数据，这么至少是一用2倍吧，提高可靠性。再一个呢就是多个高清摄像头以及3D 的激光扫描仪，提供全范围的这个环境感知3D 成像还有高增益的天线，是吧？保持月球和地球的这个数据通信，以及装置和基地之间的通讯。第9个呢就是自我维护系统要配备自清洁的装置定期清理呢月球的尘埃，一些关键部件要采用模块化的装置也便于呢在月球上更换维修，是吧？所以呢最后呢就是考虑到它设计的多功能性，除了采集越壤之外，还可以进行地形勘测、科学实验等任务还有预留接口，是吧？可以连接其他的科研设备，将来的可扩充性。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越壤水这个采集车的这么一个设计。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高度集成，一台设备就集成了采集、处理、运输多个功能，减少了系统的复杂性，也就提高了可靠性。因为关键系统呢采用容易设计嘛，即使部分组件失效，那么整个设备呢还是可以工作的。再一个呢就是长期工作能力，大容量的电池以及多种能源和热量系统呢，可以确保它长期工作。那么第4个呢，就是适应性强，可以应对各种地形和任务需求。第5个呢，就是多功能性，除了采集越壤，还可以执行其他的科研任务。再一个呢，就是效率要高。那么大容量设计呢，可以一次性采集大量的越壤，减少往返次数。所以这个设计虽然初始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呢长期看起来呢是更加的经济实惠和可靠它可以作为月球基地的核心设备之一不仅服务于这个月球的水资源开发，还可以支持多种的科研任务。另外就是这种大型设备的精确着陆和部署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它只是月球表面大家看看坑坑洼洼的，但是考虑到我们登月技术在不断的进步，是吧？这些挑战呢应该是可以克服的，毕竟这个人类登上月球已经快80多年了，是吧？在时间线方面考虑到目前各国的这个航天计划这个70多年不到70年60多年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个美国是计划在2025年重返月球，还是有点困难的。那么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建立月球的科研站，也有困难。但是呢，看起来呢，
中国建科研站的这个项目啊，还是比较靠谱的。而当然了，马斯克的这个星际飞船一旦成功，那就无限次数的往返了，是吧？那俄罗斯呢也在有自己的月球计划，但是进度比较慢，所以我猜测呢，第一个能够实际应用这种技术的，可能就是中国或者美国。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发现啊，给月球基地的这个水资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虽然从实验室研究到实际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它无疑为未来的月球探索啊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当然呢，我们也要保持谨慎，是吧？毕竟月球环境复杂，实际操作里边可能会遇到各种我们现在还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那更多的消息啊，可以看我其他的视频啊。那如果给你一个月球移民的名额啊，你舍不舍得你在帝都或者魔都的户口，以及多伦多的枫叶卡或者纽约的绿卡呢？都不是啊，18线小城市是吧？我靠，那你还考虑啥呢是吧？那肯定移民啊，上到月球至少能当个村委员，弄不好还能混个支书当当，对吧？哎，没准那个妇女主任跟你很对眼啊。好吧，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下次再会，拜拜。